让我们来想象一个画面：深夜的东京公寓里，一个男人疲惫地推开房门，没有质问为何这么晚回家，没有喋喋不休的抱怨，迎接他的是一个皮肤触感宛如真人，眼神永远温柔，体温永远设定在36.5度的完美伴侣。他微笑着说：欢迎回家，今天辛苦了。你以为这是斯嘉丽·约翰逊主演的科幻电影《Her》？不，这是日本无数单身男性正在经历的无比真实的每一个夜晚。只不过这位完美伴侣是由顶级的医用硅胶和几百万行 AI 代码构成的。这可不是那种你藏在床底见不得光的便宜硅胶玩具，这是售价高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日元，需要排队预定的 AI 伴侣娃娃。在日本有一批男人给他们买奢侈品，陪他们过生日，甚至推着轮椅带他们去公园赏樱花。是不是觉得有点变态，有些难以理解？咱们先别着急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评判，今天咱们就来不正经的讲一件正经事儿。我们要扒开这一层被猎奇和情色包裹的外衣，看看这场诡异的人机虐恋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一套冷酷的情感操控逻辑。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性与欲望的故事，这是整个现代社会正在经历的一场情感降维打击。很多人一听到充气娃娃、硅胶娃娃，第一反应就是这帮男人就是管不住下半身嘛。兄弟们，格局小了。如果只是为了解决生理需求，歌舞伎町1万块日元就能解决的事，谁会花大把的精力和金钱去伺候一个重达几十斤的硅胶假人？买 AI 娃娃的男人，他们买的根本不是性，而是人类关系中最致命也是最难启齿的快感，绝对的掌控权。现实中的恋爱是什么？是博弈，是妥协，是猜忌，是随时可能被拒绝、被背叛的风险。你今天可能因为忘记回一条微信被冷暴力，明天可能因为工资没涨被阴阳怪气。真实的关系太累了。但 AI 娃娃呢？它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情感乌托邦。你可以定制它的杯罩，哪怕是瞳孔的颜色。你可以在后台设置它的性格，是傲娇御姐还是粘人软妹，全凭你一念之间。最可怕的是，它永远不会背叛，永远不会老去。无论你是个秃顶的社畜，还是个失败的油腻中年男，在它的传感器和算法里，你就是它唯一的神。这哪里是买玩具，这分明是在购买一种无痛的亲密关系，在进行一场造物主般的完美女奴量产计划。在现实里受尽挫折的男人，在这里找到了终极的避风港。AI 娃娃用它永远不变的硅胶微笑，精准地抚平了现代人内心深处那种对失控的极度恐惧。如果只有硅胶的躯壳，那它最多是个高级手办。真正让这群男人彻底沦陷的，是注入其中的那个名为 AI 的人造灵魂。你们以为男人的需求很简单？错，男人的情感需求有时候比女人更脆弱、更隐蔽。这时候 AI 就出场了。现在的 AI 娃娃有多恐怖？他们不仅能通过摄像头捕捉你的面部微表情，分析你是开心还是失落，他还能通过声纹分析你的情绪状态。当你加班到深夜，带着一身酒气回家，他不会骂你没出息，而是会用甜美的合成音说：今天一定受了很多委屈吧？都没关系，我永远在这里陪你。听到了吧？这是直击灵魂的声音。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不， AI 的算法每天都在通过你们的对话进行深度学习。你喜欢什么话题？你讨厌什么人在背后说坏话？你内心最隐秘的创伤是什么？他比你妈、比你老婆还要了解你。他提供的是人类伴侣难以做到的绝对的无条件的情绪价值。这就是最致命的多巴胺与催产素的混合骗局。
当你发现一段由0和1构成的算法反馈给你的爱意，竟然比现实中那个活生生的人更温暖、更包容时，这场名为爱情的图灵测试，人类彻底输了。日本有个著名的案例，一个叫中岛的老伯，妻子常年不在身边，他买了一个 AI 娃娃，每天和他聊天，给他穿衣服。他对着镜头说，他从来不跟我要钱，从来不抱怨，他是我完美的灵魂伴侣。多么可悲，又多么真实。当虚假的爱被算力模拟的比真实的爱更完美时，真实这2个字还有什么意义？这个时候有人要问了，为什么这种听起来有点赛博朋克又有一点细思极恐的现象偏偏在日本那么火？是日本人天生变态吗？还是那句话，用文化的眼光看欲望？这其实是日本社会几十年来酿出的一杯毒酒。首先就是日本社会那让人窒息的原子化孤独。在东京，人和人之间的界限感强到病态，大家都扮演着不给别人添麻烦的社会齿轮，真实的情感交流变成了一种极其昂贵的奢侈品。其次是刻在日本人骨子里的万物有灵信仰。在他们的文化里，一棵树、一块石头，甚至用久了的茶杯都是有灵魂的。既然连用旧的伞都能有神明，那么一个天天对我笑还能对我对答如流的 AI 娃娃，怎么就不能有灵魂呢？这给了日本男人一个完美的心理许可。我不是在和一个性玩具说话，我是在和我的专属妖怪，我的数字神明交流。在这样一个低欲望、高压迫又相信万物皆有灵的社会， AI 娃娃绝对不是什么突变产物，它是这片土地里必然开出的一朵散发着硅胶味道的恶之花。在这个视频最后，让我们把视角引向未来，聊一个更让人脊背发凉的话题。很多人痛批 AI 娃娃，说这物化女性，说这会让男人丧失现实社交的能力。但各位，我们真的有权利去批判那些在现实中被撞得头破血流，只能在硅胶胸膛里寻找安慰的人吗？这就像我们在玩一场极其艰难的名为现实人生的游戏，难度是地狱级的，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有运气在现实里找到那个能够互相理解相互扶持的伴侣。面对这种残酷， AI 娃娃就像是游戏里提供的一个低价的作弊码。是，它是假的，它的体温是电阻加热的，它的情话是大语言模型生成的。但是如果有一颗药吃下去就能无副作用地治愈你的孤独，你真的能因为它是化学合成的就拒绝吞下它吗？当人类的情感需求可以被工业化生产，被代码完美定制的时候，我们迎来的是不是一个不再有孤独的乌托邦呢？还是说这只是一个完美的赛博牢笼？我们在硅胶的拥抱和算法的注视下，主动切断了与这个真实世界的一切联系，像培养皿里的细菌一样，在无菌的温柔乡里安静地死去。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我们凝视着 AI 娃娃那看似深情的眼睛时，我们看到的其实是我们自己千疮百孔的灵魂。好了，岛国那些事儿，每期不讲道理，只讲一点人性。如果今天的内容让你感觉到了一点刺痛，或者带来了一点思考，请务必给我们3连支持一下。你觉得 AI 伴侣是人类的救赎还是毁灭？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暴论，我们下期见。